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深邃视野，我是劳伦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最核心的谜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世界上的人长得如此不同？又为什么说着数千种互不相通的语言？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详细梳理了印欧语系的起源与扩张，也探讨了高加索人种内部多样的体质类型。但如果把这研究扩展的整个人类的起源，有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差异，肤色、毛发、鼻梁、眼睛的颜色，乃至语言的不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先按着目前被更普遍接受的理论进化论谈起，按照这个方向，答案要从一场跨越数万年的史诗级大迁徙说起。但在展开这幅迁徙画卷之前，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个常见的地质学误解：盘古大陆与人类的出场顺序。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既然过去的大陆本来就是一块，地质学家称之为盘古大陆，那么人类是不是就不需要从非洲走出来了？所有人不是本来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吗？这个想法很直观，但与目前的考古证据的时间顺序尺度对不上。盘古大陆大约在3亿年前形成，又在2亿年前开始分裂、漂移，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7大洲。而目前发现的人类出现的证据远远晚于这个时代。最早的人亚科祖先，比如乍得沙赫人，大约在700万年前才出现在非洲。等到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登场，已经是30万年前的事了。此时大陆漂移早已完成，各大洲之间被海洋隔开，所以盘古大陆和人类起源没有直接关系。人类出现时，非洲、欧亚、美洲已经各居其位，因此所有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确实起源于非洲，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迁徙是一次简单的直线行军。事实上，大陆的格局，比如欧亚大陆东西向的广阔平原、东南亚的岛屿链，深刻影响了迁徙的速度和方向。但最初的起点依然是非洲。迁徙，所有人的共同起点。如果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那么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人本质上也都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所谓的本地人与外来者，区别仅仅在于到达同一片土地的时间先后。现代人类，智人，大约在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大陆，大约在10万到5万年前，智人开始分批走出非洲。最早的成功迁徙大约在6万到5万年前，这些先驱者沿着海岸线快速扩散，几千年内就到达了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当这批人到达一个地区时，他们就是那片土地的第一批智人。他们在那里定居、繁衍、适应环境，逐渐形成了与非洲祖先略有不同的体质特征。然后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之后，第二批、第三批迁徙者又从非洲或从已经定居的地区出发，来到同一个地方。当后来者到达时，先到者就成了本地人。所以没有绝对的本地人，只有先来的和后来的。例如，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黑海、里海草原的沿奈亚牧人向西扩张时，他们遇到的中欧居民是大约4.5万年前就到达欧洲的西欧狩猎采集者。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原住种族，他们只是比沿奈亚人更早到达欧洲的非洲后裔。同样，当沿奈亚人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时，那里已经有了更早的农民和达罗皮图人。所谓的与本地人混合，实际上是不同批次的非洲后裔之间的融合。他们的共同祖先都在非洲，只是离开的时间相差了数万年。此外，智人走出非洲时，还遇到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其他古老人种。今天所有非洲以外的人群都携带了大约1%到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些古老人种并非现代人类的主要祖先，但他们确实为我们贡献了少量的基因片段。为什么我们长得不一样？3种进化的力量。那么，为什么不同批次的迁徙者在分开数万年后会演化出如此不同的外貌？这背后有3种核心的进化力量在起作用。第一种是自然选择。当一群迁徙者定居在一个新环境时，那些更适应本地气候、食物、日照的个体更容易生存和繁殖，它们的特征就会在后代中越来越普遍。肤色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在赤道附近，强烈的紫外线会破坏人体内的叶酸，这种物质对胎儿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深色皮肤成为优势，因为它能保护叶酸。而到了高纬度地区，
紫外线微弱，浅色皮肤反而有利于合成维生素 D， 防止佝偻病。黄皮肤则是一种中间适应，东亚地区紫外线强度中等，季节分明，黄皮肤正好平衡了叶酸保护与维生素 D 合成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皮肤颜色从非洲向两极逐渐变浅。第二种是性选择，有些特征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吸引异性。金发、蓝眼、红发等特征在不同人群中的频率差异，可能部分源于远古的审美偏好。当一种新奇的特征被某群人视为美，它就可能迅速传播。第三种是遗传漂变，这是一种随机的变化，尤其在小群体中作用显著。一小群人离开大群体去开辟新家园时，他们的基因只是大群体的一个随机样本。某些特征可能纯粹因为运气而在新群体中变得普遍，比如某种罕见的发色。这种奠基者效应加上地理隔离，会让不同人群的基因库向随机方向漂移。东亚人体毛较少，就是一个清晰的基因突变加自然选择的例子。大约 3.5 万年前，东亚祖先的 EDA2 基因发生了一个关键突变，导致毛发变细、汗腺增多、皮肤更光滑。这个突变因为某种优势，可能是增强了散热或抗寒能力，在东亚人群中普遍传播开来。而欧洲人和非洲人保留了该基因的原始版本，加上欧洲寒冷环境的保温需求，他们的体毛相对较多。这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的进化路径。各个人种的特点、生活环境与形成假说。在传统体质人类学中，人类通常被划分为几个大的地理人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划分是连续渐变的光谱，而不是截然分明的盒子。但了解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迁徙与适应的逻辑。高加索人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种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北部。他们的典型特征包括浅至橄榄色的皮肤、窄而高耸的鼻梁、薄唇以及丰富的发色和眼色变化。这些特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对高纬度寒冷气候和低紫外线环境的适应。窄而高的鼻腔能更好地加热和湿润干冷的空气，而浅色皮肤则是在微弱阳光下高效合成维生素 D 的产物。至于金发、蓝眼、红发等高度变异，则很可能是性选择和遗传漂变的杰作。在末次冰期后的北欧，小规模的奠基者群体随机放大了某些突变，加上当时可能存在的审美偏好，使得这些色彩得以高频存在。高加索人种内部还可以细分为北欧类型、地中海类型、迪纳里克类型和东欧类型，它们分别与日耳曼语支、拉丁、希腊语支、斯拉夫语支等印欧语系分支的人群有着密切的关联。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种人，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中亚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典型特征包括浅黄至浅褐色的皮肤、直而粗的黑发、面部扁平、颧骨突出、铲形门齿以及内眦赘皮，就是那个让眼睛显得细长的眼褶。这些特征的形成，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在冰期时极端干冷，面部扁平、颧骨突出可能有助于保护面部冻伤。内眦赘皮则被认为是一种对抗雪盲和强风沙的适应。铲形门齿是一个古老的遗传特征，与 EDA2 基因突变紧密相关。这个突变在东亚人群中频率极高。而相对光滑的皮肤、较少的体毛和发达的汗腺，则是为了在东亚季风气候中更有效的散热和保持体温平衡。黄皮肤的色素沉着处于中间状态，既允许夏季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又能在强烈日照时保护叶酸。尼格罗人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种人，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他们的典型特征包括深褐至黑色的皮肤、卷曲或螺旋状的毛发、宽而扁的鼻梁、厚唇、长四肢和相对瘦高的体型。这些特征几乎都是对赤道高温、高湿、强紫外线环境的精妙适应。深色皮肤提供了最强的紫外线防护，保护叶酸和 DNA。卷曲的头发形成了一个隔热的空气层，减少头顶的太阳辐射热。宽而扁的鼻腔有利于快速湿润和呼出湿热空气，帮助散热。长而细的四肢增加了身体表面积，有助于散热，这就是伯格曼法则和艾伦法则的体现。厚唇和突出的下颚也与面部散热有关。在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的环境中，这些特征组合起来，使得尼格罗人种能够在严酷的热带条件下高效活动。澳大利亚人种
有时被视为尼格罗人种的一个远支，但通常单独列出。它们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邻近岛屿。典型特征是深褐色皮肤、波状或卷曲的黑发、宽鼻、眉脊突出，以及极其发达的牙齿和下颌。澳大利亚人种是早期走出非洲的智人分支，大约5万年前就到达了巽他大陆，并在海平面上升后孤立在澳大利亚。它们的深色皮肤保留了热带适应的特征，但头骨和面部的一些原始特征，比如粗壮的眉脊和巨大的牙齿，可能是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遗传漂变和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反映了它们对澳洲干旱内陆的特殊适应，例如强大的咀嚼力以处理坚韧的野生植物。美洲印第安人通常被归入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但他们在漫长的孤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征。大约 1.5 万到2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西伯利亚通过白令路桥进入美洲，然后迅速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他们的肤色从北方的浅褐色到赤道附近的深褐色，鼻梁较高，面部特征比东亚人更锐利，有些人还保留了内眦赘皮。这种多样性反映了美洲大陆跨越了从北极到赤道的巨大纬度范围，也反映了他们与早期东亚祖先的分离和后续的独立演化。太平洋美拉尼西亚人种包括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等，居住在太平洋的众多岛屿上。他们往往融合了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深色皮肤、卷曲或直发，面部轮廓多样。这是数千年间航海者不断迁徙、混合的结果，展示了人类在海上探险中形成的独特基因组合。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划分都是对连续变异的简化。世界上不存在纯种的人种，每一片大陆、每一个岛屿上的人群都是迁徙、混合、适应的产物。非洲内部的人群多样性甚至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高。非洲的桑人拥有更浅的皮肤、更小的体型和独特的基因谱系，他们是人类最古老的分支之一。所以，非洲人从来不是一个单一体质类型。更深的追问，起源之前，人类从何而来？说到这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会自然浮现：如果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那么起源之前又是什么？猿人是从哪里来的？进化论真的证明了人是猿变的吗？为什么总有人说没有证据？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个最常见的误解：进化论从来没有说过人是猿变的。我们和现代的黑猩猩、大猩猩并非祖先后代的关系，而是表亲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和现代猿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远古祖先，这个祖先既不是人，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猿，而是一种生活在约2000万到1000万年前的灵长类动物——森林古猿。大约在500万到700万年前，这一共同祖先的演化谱系发生了分化，一只走向了演化成现代黑猩猩的道路，另一只则走向了演化成人类的道路。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相似度高达 98% 以上，这正是二者曾拥有共同祖先的分子证据。因此，人是从猿变来的这一流行说法，在科学上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人和现代猿类在数百万年前拥有一个共同的远古祖先，此后各自沿着不同的演化方向分化。那么，猿人是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猿人在科学上通常指早期的人属成员，主要包括能人、直立人等。从演化顺序来看，最早的人科动物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约500万到100万年前。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已经完全可以直立行走。大约250万年前，能人在非洲出现，他们能够制造简单的食器工具，获取更多肉食，这促进了大脑的发育。直立人出现在距今约180万年前，他们不仅制造更复杂的工具，还学会了用火和狩猎，并第一次走出了非洲，分布到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地区。而大约在30万到20万年前，智人在非洲出现，最终演化成了我们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则是智人的一个近亲分支，生活在欧洲和亚洲，大约在3万年前灭绝。但今天非洲以外的人群中仍残留有约 1% 到 2% 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所以猿人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演化而来，而南方古猿又是从更早的灵长类祖先演化而来。这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化石证据支撑。那更早呢？灵长类、哺乳类，生命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演化只是地球生命这棵宏大演化树上的一根小枝杈。在灵长类出现之前，是更古老的哺乳类，
在哺乳类出现之前是爬行类、两栖类、鱼类，再往前是多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直到原始生命的起源。关于生命本身的起源，目前的主流科学假说是化学演化说，在地球早期的原始海洋中，无机物在闪电、紫外线等能量作用下，逐步合成了氨基酸和苷酸等有机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又聚合成蛋白质、核酸等有机大分子，最终形成了能够自我复制的原始生命。这一过程目前仍有一部分细节未被完全厘清，这也是进化论在生命起源层面尚未完全闭环的地方，也是质疑者常常抓住的缺口。但科学的本质恰恰是承认未知，并在未知中继续探索，而不是用不可知来否定已知的大量证据。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证据来自2个独立的学科，结论却指向同一方向。一是化石证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科化石南方古猿、能人、早期直立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东非和南非，人属大约在230万至240万年前的非洲，从南方猿人属分支出来。晚期直立人的化石才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被发现，这恰好印证了走出非洲的迁徙路径。二是基因证据，科学家通过研究线粒体 DNA 发现全世界现代女性的线粒体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生活在约15万到20万年前的非洲女性，被称为线粒体夏娃。同样，通过对 Y 染色体的研究，发现全世界现代男性的父系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个生活在约27.5万年前的非洲男性，被称为 Y 染色体亚当。非洲以外的人群都携带一个名为 M168 的基因突变，而非洲内部的人群中没有这个突变，这意味着所有非洲以外的人都是走出非洲的那批迁徙者的后代。科学之外的答案，神创论与外星人假说。当然，进化论并不是关于人类起源的唯一解释，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中，还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叙述。基督教传统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上一期介绍的巴别塔。从科学角度看，神创论的问题在于缺乏可验证的证据，它依赖的是信仰和宗教典籍的权威，无法通过实验、观察或考古等手段来证实或证伪。因此，在科学方法论的框架下，它被视为信仰或文化传说，而非科学理论。进化论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创论，用完全自然的、无意识的自然选择过程解释了生物复杂结构的起源，无需求助于超自然的智能或神秘的目的。另外，还有一种小众但有趣的外星人假说。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可能源于外星文明的基因干预。某些远古外星人理论者声称，外星访客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了不同地区的人类，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外貌特征，以便适应地球不同的环境，或者仅仅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实验组。这一理论的问题同样明显，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或天文观测证据能证明外星文明改造地球生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只是将人类起源的问题转移到了外星文明起源上，但外星文明本身又从何而来？这本质上只是换了一个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释生命起源。因此，它在科学界被视为伪科学或科幻想象的产物，而非严谨的科学假说。有评论者将其称为赛博版神创论，因为在逻辑上它与神创论并无本质区别，都用了一个外来创造者来解释未知，而回避了创造者本身从何而来的问题。许多人也同时接受进化论和宗教信仰，他们认为进化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方式。科学与信仰并非必然对立，但当问题聚焦于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是什么时，进化论是目前唯一有充分证据支撑的答案。智力的差异，一个被严重扭曲的话题。在讨论人种差异时，最敏感也最容易被利用的问题就是智力。不同人种之间，智力有高下之分吗？主流科学界的共识是，没有可靠证据表明任何一个人种在先天智力上拥有绝对优势。首先，智商测试本身就存在文化偏差，测试题的设计、语言、内容都倾向于主流文化背景，对于非主流文化的受试者并不公平。东亚学生在国际测试中得分高，更多与东亚社会高度重视教育、高强度的学业训练以及考试文化有关，而非基因优势。其次，遗传学研究未能找到任何支持种族智力差异的基因。确实有一些与认知相关的基因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频率，例如东亚人群中有一个脑容量调控基因 CASC5 的变体，频率较高，且东亚人的平均颅腔容积略大于欧洲人。
但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宿兵教授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未能找到任何证据支持人种之间存在智力差异。脑容量更大并不等于更聪明，它可能与寒冷气候的适应有关。智力是大脑功能和结构的综合体现。第三，福林效应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过去1个世纪，全球各地智商测试分数都在持续上升，这说明智商并非固定不变的遗传特质，而是可以随着营养、教育、医疗条件的改善而大幅提高的。不同群体在测试中的分数差异，完全可以由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资源、营养状况等后天因素解释。最后，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将智商与人种挂钩是伪科学领域最危险的毒药之一。它曾被用来为优生学、种族隔离甚至大屠杀辩护。美国心理学会、美国人类学协会等权威机构早已明确声明，智力无法用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来定义。所以结论很清晰，人类在智力上没有先天的高低之分。我们看到的群体间差异主要源于环境、教育和文化。语言的河流与地下的岩层，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比作地球的演化，那么语言就像是地表的河流，它们流动迅速，改道频繁。一场征服战争，一次宗教传播，就能在几代人之内彻底改变一片土地的语言。而血缘，我们所说的人种特征，则像是地下的岩层，变化极其缓慢，以万年为单位记录着深层的历史。印欧语系的扩张就是地表河流冲刷改道的过程，它带走了旧的语言，带来了新的词汇和语法。但地下的岩层，那些古老的基因并不会因为河流的改道而消失，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古 DNA 研究者去发掘。语言是人类最深刻的身份认同之一，但它与血缘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人和一个黑发深目的印度人说着同一语系的语言，却在外貌上差异巨大。这正是数万年来迁徙、融合、自然选择的生动记录。那么，我们都是非洲的孩子吗？回顾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图景：所有现代人类以目前发现的证据而言，大致应该起源于非洲。任何地方的本地人本质上都是更早到达的非洲后裔。人种之间的差异，肤色、体毛、鼻型、体型、头发形态，主要是不同批次的迁徙者在数万年的地理隔离中，通过自然选择、性选择和遗传漂变演化出来的适应性特征。每一种特征都是对特定环境的回应。深色皮肤保护叶酸，浅色皮肤合成维生素 D， 黄皮肤平衡二者，窄鼻加热冷空气，宽鼻散热，长四肢散热，短四肢保温，卷发隔热，直发易清洁。没有哪一种组合是最优的，它们只是各自环境中的最优解。此外，我们还与尼安德特人等古老人种有过少量混合。在智力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人群具有先天优势。至于那些进化论之外的解释，无论是巴别塔的神谕，还是外星人的幻想，它们是人类好奇心的另一种表达。科学试图回答如何，而信仰试图回答为何，两者可以并存，也可以对话。科学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比如生命最初是如何从无机物中诞生的，以及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原始生命体如何出现，这些仍然是未解之谜。但对于现代人类从何而来，我们与人类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非洲是人类的摇篮，这些问题，进化论已经给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解答。那些声称没有证据的说法，往往是因为对证据本身缺乏了解。化石记录从未中断过演化链条，基因从未停止讲述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人类迁徙的故事不是一本血统证书，而是一部关于出发、相遇、分离、再融合的宏大史诗。每一个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无数条迁徙路线的终点，也是未来无数条路线的起点。正是这些不同源流的融合，才造就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那么人类文明在地球历史上是否曾经消失又重现？这是一个非常深邃的问题。坦白说，我们目前既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人类文明已经在地球上消失并重现过多次，也没有办法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从宇宙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的存在确实短暂的如同一瞬，而地质时间足以抹去几乎所有文明的痕迹。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感受一下什么是地质时间。地球大约诞生于 45.5 亿年前，而现代人类智人的历史不过30万年，
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更是只有数千年。如果你把地球45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天24小时，那么人类现代文明出现的时刻仅仅是午夜前最后的0点几秒。这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时间是文明存在痕迹的最强清道夫。任何非极端耐久的物质，在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和气候变化中都会被彻底摧毁。科学家估计，如果人类文明突然消失，大约只需要10亿年，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几乎所有物理痕迹，从摩天大楼到塑料制品，都将被地质活动、风化和侵蚀彻底抹去。这意味着，即便在我们之前存在过发达的史前文明，只要它没有留下极其耐久的证据，比如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发现它们的存在。所以，没有证据不等于不存在，只是无法被我们观察到。面对这个时间的黑洞，科学界和思想界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地球上能进化出智慧生命，是无数个偶然事件在漫长历史中叠加的结果，这个过程的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重演。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宜居时间或许只剩约20亿年，而地球生命从单细胞到人类，耗费了超过35亿年。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本身就限制了再来一次的可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即使我们将生命演化的磁带导回最开始的时刻，让它重演100万次，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也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进化充满偶然，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任何历史环境的微小改变都可能让生命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6600万年前那颗小行星没有撞击地球，或许今天主宰地球的依然是恐龙的后裔。另一种观点则大胆得多，他认为地球文明并非线性发展，而是经历了多次毁灭重生的循环。支持者常常引用一些看似超前的考古发现，比如在3亿年前的陨石中发现螺丝，20亿年前天然核反应堆的遗迹，金字塔中发现的木鸟滑翔机模型，以及世界各地古老传说中关于大洪水等全球性灾难的记载。他们将这些解读为人类对上一次文明终结的集体创伤记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证据大多已被主流科学界质疑或证伪。例如，三叶虫化石上的鞋印后来被证实为岩石的自然剥落形态，因此这个猜想目前仍停留在假说层面，缺乏坚实可复现的科学证据。还有一个假说叫做大过滤器理论，它最初是为了回答外星人在哪里而提出的，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我们自身的存续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从无生命到星际文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或多个几乎无法跨越的障碍。这些过滤器可能是生命起源本身，也可能是从简单到复杂生命的跨越，或者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可能存在于我们文明的未来。如果大过滤器已经位于我们身后，那意味着我们是宇宙中的幸运儿，成功闯过了所有难关。但如果它正位于我们的前方，那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文明发展轨迹很可能正在朝着一个自我毁灭的必然终点前进。核战争、失控的人工智能、全球性的生态崩溃，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无法突破的屏障。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史前文明循环的假说很难被证伪，因为时间可以把所有证据都消灭。因此，它更接近于一种哲学思辨或科幻想象，而非严谨的科学理论。科学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有明确证据支持的观点。尽管如此，这个问题本身非常有价值，它是一个绝佳的思想实验，促使我们跳出当下的局限，思考人类文明在宇宙尺度下的脆弱性、长久性以及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人类文明在地球历史上已经消失并重现过多次。主流的科学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智慧生命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事件，其过程几乎不可能重复。但是，科学也无法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地质时间足以摧毁一切，我们所谓的已知历史在宇宙的尺度下只是沧海一粟。这份未知既让人感到谦卑，也充满了探索的魅力。最后，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作为一面镜子来审视我们自己。与其纠结于过去是否存在过消失的文明，不如想一想，我们当下的文明能否避免重蹈大过滤器的覆辙？我们能否将人类的火种延续得更久，在宇宙中留下比10亿年更永恒、更清晰的印记？也许，这才是这个终极追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欢迎您留言评论，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下期再见。